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苹果不要再直接吃了，放在火上烤一烤。老祖宗的方法真是省钱又实用。生活中常听到"有一日一苹果"的说法，由此可见它的营养非常丰富。苹果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水果之一，价格也比较低廉，口感清脆香甜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而平时我们吃苹果的主要方式是买回家之后洗干净，或者是削去外皮之后直接啃着吃。而早春的天气还比较寒冷，很多朋友都经常手脚冰凉，特别怕冷。这样不仅不能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物质，而且还会适得其反。因此，不管苹果的营养价值有多高，我们都要选对吃的方法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，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，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。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准备一个苹果，再准备一根家里面吃饭用的筷子，把苹果穿在筷子上面，接着将燃气灶打开。在咱们爷爷外公的那个年代，都是用柴火来烧的。火打开后，把火调到最小，然后将苹果放在上面去烤。一边烤一边不停地翻动，在烤的这个过程中，你就能听到噼噼啪啪的声响，而且这个声响还非常的大。这是因为苹果皮受热后会出现裂开的情况，裂开之后里面的苹果汁就会掉在火焰上，这个时候就能听到特别大的声音，并且还能闻到特别浓郁的苹果香气。烤苹果的时候火不要太大，不然的话很可能会引起苹果炸裂，并且特别容易把筷子烧断了。所以一定要用中小火慢慢的来烤，并且整个烤的过程中都要不停的旋转筷子，这样苹果表面每一个地方才会受热均匀。整个过程烤下来大概需要2分半钟的时间，烤的时间越久，苹果的香气也就越浓郁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表皮已经变成这种黑黑的样子，你还别说，看起来就像锅底的锅黑一样。烤成这样的黑淡淡之后，现在关火，这个时候苹果就烤好了。烤好的苹果现在把它放进盆子里，用手将苹果取下来。这个时候苹果温度特别高，十分烫，还好我经常做饭，手上的皮比较厚，用力往外挤，苹果就下来了。接着用水将苹果洗一洗，因为现在苹果特别烫，这个时候我们倒进去的又是凉水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现在苹果表皮的这一层黑灰就很容易被清洗干净了。用手稍微一碰一搓，一整块就掉下来了。搓干净后，再用自来水冲2下，然后放到菜板上，先把它一分为二，再一分为二。最后一个苹果切成了4部分，这样来去苹果核就非常轻松了。苹果不管多营养，其中的苹果核和苹果籽是不能食用的。核全部去干净后，现在将苹果切成小块，经过这样烤了之后，苹果切起来非常轻松。说到烤苹果，就记得小时候每到秋天苹果收获的季节，苹果树上面的苹果将树枝都压弯了，每到晚上做饭的时间，我都会沾上1-2个苹果，把它扔进灶台里。饭熟了之后，苹果也就烤好了。切好的苹果块收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4颗红枣、3片山楂圈、2片黄芪，加水进来，将它们淘洗干净。因为山楂圈和红枣以及黄芪在晾晒的过程中都会沾染许多的灰尘，像山楂圈和黄芪还好一点，尤其是红枣，晾干之后表面有许多的褶皱，而这些褶皱里面就特别容易藏污纳垢，非常的不好清洁，因此淘洗的时候过程十分麻烦。像以前我洗红枣都会加面粉还有盐，而今天这里
只是简单的用我家自来水洗了洗。这是因为这个红枣是我家之前洗出来没有用完的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洗干净后，把这3种食材放进砂锅里，接着将苹果块也倒进来，加入1500毫升的清水，拿内部稳水量的，这里加入半砂锅的清水即可。接着盖上锅盖，先把锅里面煮开，起来后转到中小火，再煮25分钟，煮的时间不能太短，不然的话，其他食材里面的营养成分很难被煮出来，所以一定要煮25分钟以上，这样才可以把所有食材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的释放出来。时间到，揭开锅盖，真的是太香了，满满的苹果香气和红枣的香甜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太诱人了。被这样煮过之后，所有的食材也已经煮得非常柔软，尤其是里面的苹果更是香甜软糯，趁热盛入碗中。苹果以这种方式煮出来之后，特别的好吃，而且每一粒苹果都变得特别的缓糯，用筷子轻轻一穿就穿透了。吃起来不仅和香蕉一样软糯，而且里面加了红枣和山楂，这个时候的苹果还吸收了它们足足的香气，吃起来口味更具层次感。有人认为烤苹果可能会丢了苹果的营养，其实不必担心，苹果中怕热的维生素，比如维生素 C、B 族维生素都很少，而其中丰富的果胶、胡萝卜素等物质是不害怕高温的，尤其是天冷的时候，咱们可以把苹果这样做着来吃。虽然方法简单，但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。到底有什么作用呢？温馨提示：苹果烤熟后，此时果胶的分子量变少，活性比生苹果增加了9倍。果胶中抑制胆固醇、中性脂肪、抑制血糖的作用随之增加。烤苹果具有健脑安神、降血压、降血脂、止泻等功效。烤苹果适宜腹泻患者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患者食用，但便秘患者禁食。同时，烤苹果每天只能吃1个，最好放在晚餐前食用，以促进消化吸收，而且不要贪多哦。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